建筑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载体，是文化的物质组成部分，也是创作者精神世界的一种寄托。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不同的风格也反映着各自的文化内涵。宫殿则是权力、威望以及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悠久历史的记忆，也是时光流淌的证物和国家兴盛的证明。昔日帝王的居所，如今成为热门的旅游胜地。今天，新视野就带大家走进宏伟的庭院，欣赏错综复杂的壁画内饰，一起感受帝王奢华的生活。佩纳宫位于葡萄牙里斯本西郊辛特拉市的一个山顶，是一座19世纪浪漫主义宫殿，晴天在里斯本既清晰可见。1995年，作为辛特拉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入选为世界遗产，是葡萄牙国家古迹以及葡萄牙7大奇迹之一，也被葡萄牙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用于国务活动。佩纳宫始建于中世纪，是一座献给佩纳圣母的小教堂。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使其沦为废墟。1838年，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二世的丈夫费尔南多二世将其改造成为一座宫殿，作为葡萄牙王室的避暑别墅，献给了他的妻子。建筑工程于1842至1854年进行，但女王玛利亚二世于1853年就去世了。1889年，这座宫殿成为葡萄牙的国家财产。1910年，葡萄牙发生共和革命，奥尔良的艾梅丽女王流亡国外前，在宫殿居住过，成了宫殿最后一位居住者。之后，宫殿被列为国家古迹，变成了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和黄色的墙体颜色逐渐蜕变成灰色，到20世纪末，宫殿重新粉刷，颜色恢复了原样。宫殿内部还是保持着艾梅丽女王居住时的样子。麦索尔宫又称安巴维拉斯宫，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的麦索尔，是印度最宏伟的宫殿之一。1399至1950年是麦索尔统治者的官邸。宏伟的宫殿高高耸立在麦索尔市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作为继泰姬陵之后印度的主要景点之一，它值得在每位旅行者的清单中占一席之地。在这座以宫殿而闻名的城市中，麦索尔宫是众多建筑中一座极为宏伟的建筑。这是自1399年沃德亚尔王朝开端以来建造的第4座宫殿。该宫殿由英国建筑师亨利·欧文设计，他也设计了英属印度的其他几座标志性建筑，是融合了印度萨拉逊建筑风格的杰作。宫殿建筑群还包括12座印度教寺庙，其中最古老的建于14世纪，而最新的则建于1953年。在麦索尔市的7个宫殿中，麦索尔宫是最辉煌的。据说，麦索尔王国的第1任统治者建造了麦索尔宫的前身，在之后的6个世纪中被多次拆除和重建。麦索尔宫是印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仅次于泰姬陵，每年接待超过600万游客。美泉宫位于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是一座充满巴洛克艺术的皇家建筑，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御用宫殿，也是如今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传说161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狩猎于此，饮用此处泉水，见此泉清澈见底，味道甜美，遂以神圣罗马皇帝的身份将这座泉水赐名为美泉。此后，美泉成为这一地区的代称。1743年，奥地利大公玛利亚特蕾西亚为彰显皇家权威，在此兴建了一座气势磅礴的皇宫和巴洛克式花园。在当时，美泉宫的设计规模和豪华程度与凡尔赛宫相比，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财力有限，导致原设计并未能如愿。此后，美泉宫一直被历代君王扩建。拿破仑时期，在此宣布解散神圣罗马帝国，成立奥地利帝国。1871年又改组奥匈帝国。
1918年，随着奥匈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和解体后，此宫殿成为奥地利的博物馆，让平民也能一窥皇家的辉煌，感受哈布斯堡帝国昔日的气派。美泉宫和皇家花园有着悠久和丰富的历史，是奥地利最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前身为清漪园，是中国清朝时期的皇家园林，占地面积约3平方公里，其中水面约占3/4。它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以前，在北京西郊一带建起了4座大型皇家园林。乾隆15年，乾隆皇帝为孝敬其母重庆皇太后，动用了448万两白银，在这里改建为清漪园，形成了从现清华园到香山长达20公里的皇家园林区。咸丰1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于光绪14年重建，改称颐和园，做消夏游乐之地。光绪26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的破坏，园内珍宝被劫掠一空。清朝灭亡后，颐和园在民国时期又遭到破坏。颐和园是清朝3山5园中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座，也是最后修建的一座超大型皇家园囿。此外，由于规划于清朝的鼎盛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因此积淀深厚的中国园林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凡举中国造园艺术中的山水规划、借景、模拟、对景等手段，都在颐和园中得到体现，其气魄之壮丽甚至超过平地起造的圆明园和山地构筑的静怡园，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登峰造极之作。凡尔赛宫位于法国巴黎西南郊外的凡尔赛。法国国王路易14于1682至1789年建造，并在此期间一直作为法兰西宫廷。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路易13于1623年在凡尔赛宫旧址上建造了一个简单的狩猎小屋，后来修建了一座2层的红砖楼房，用作狩猎行宫。路易14即位后，从1661到1715年分几个阶段将城堡扩建为宫殿，这是2位国王最喜欢的住所。1682年，法兰西宫廷从巴黎卢浮宫迁到凡尔赛，法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都在凡尔赛宫决定，凡尔赛成为事实上的法国首都。这种状况由国王路易15和路易16延续，他们主要对宫殿进行内部改建。凡尔赛宫当时是欧洲最大、最雄伟、最豪华的宫殿建筑，并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贵族活动中心、艺术中心和文化时尚的发源地。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波兰立陶宛联邦和瑞典王国等欧洲大国的君主纷纷效仿。1789年，路易16被民众挟至巴黎城内，凡尔赛宫作为王宫的历史至此终结。在随后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中，凡尔赛宫被民众多次洗掠，宫中的陈设物品被洗劫一空，宫殿门窗也被砸毁拆除。1793年，宫内残余的艺术品和家具全部运往卢浮宫。此后，凡尔赛宫沦为废墟达40年之久，直至1833年，奥尔良王朝的路易菲利普国王才下令修复，将其改为历史博物馆。香波堡位于法国卢瓦尔谢尔省的香波尔，属法国文艺复兴式精品建筑，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城堡之一。香波堡于1519年由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建造，并成为他王权的建筑象征，即使在他去世后，城堡仍继续修建。城堡的园林是由国王路易13之弟奥尔良公爵加斯东勒令建造的，而且直到路易14统治时期，城堡的建筑才最终完工。虽然设计香波堡的设计师身份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然而众人颇为肯定的是，城堡的设计来源于达芬奇的创意。尽管城堡的建筑工程是在达芬奇逝世6个月后才开工的，然而这座爵士建筑集聚了很多对当时而言可谓前所未有的创新元素。首先，最醒目的便是以城堡主塔的希腊十字形建构为中轴展开的城堡建筑。这种在法国开创先河的建筑布局，无疑是受到了意大利风格的影响。香波堡的众多创新设计中，最引人瞩目的设计就是双螺旋楼梯。它是城堡主塔，也就是城堡的中心，象征着永恒不断的复兴。其特别之处在于，2条阶梯围绕中间一颗空心的圆柱，从直径与圆周相交的2个位置开始螺旋上升。如果2个人同时从2个楼梯上楼，双方会多次看到对方，但却永远不会在阶梯上相遇。这个楼梯总是令香波堡的访客啧啧称奇，赞叹不已。白金汉宫是一座位于英国伦敦的皇家宫殿，也是英国君主的行政总部，亦是国家庆典和王室欢迎礼举行场地之一。在举国欢庆和哀悼之际，是英国人民关注的焦点。白金汉宫始建于1703年，当时是为白金汉公爵建造的一座大型联排别墅，构成了今天的主体建筑。1761年，乔治3世为他的妻子夏洛特女王买下了白金汉宫，将其用作靠近圣詹姆斯宫的舒适家庭住宅，许多宫廷活动都在这里举行。白金汉宫被称为女王宫，乔治3世的15个孩子中有14个出生于此。根据乔治4世的命令，约翰那时在1820年代开始将这座房子改造成宫殿。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王室由圣詹姆斯宫迁往白金汉宫，成为英国王室的正式宫殿。维多利亚也因而成为首位居住在白金汉宫的君主。1847年，女王和她的丈夫亚伯特亲王发现宫殿格局过于狭小，已经无法应付宫廷日常起居和不断增长的家庭成员，于是他们雇请了爱德华·布洛尔协助设计扩建工程。东侧面向林荫大道，是白金汉宫的公共平台，另设有一座新阳台，使英国王室成员能够在重要场合和每年的军旗敬礼分列式时，在此处向人群致意。1861年，亚伯特亲王逝世，悲痛欲绝的女王选择退出公众生活，并离开白金汉宫，居住于温莎城堡、巴尔莫勒尔城堡和奥斯本庄园。多年来，白金汉宫很少被王室成员使用，甚至被忽视。尽管公众曾请愿女王返回伦敦，然而寡居的女王仍然选择在其他地方居住。1901年，新国王爱德华7世开始重新装修宫殿。之后，在乔治5世统治时期，对宫殿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大的改建。从此，白金汉宫作为皇家的寝宫一直沿用至今，是世界上少数仍在使用的皇家宫殿。阿尔罕布拉宫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是西班牙的著名宫殿，为中世纪摩尔人在西班牙建立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的王宫，为摩尔人留存在西班牙所有古迹中的精华，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是西班牙最重要、最美丽的伊斯兰教建筑。1984年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阿尔罕布拉宫始建于13世纪阿赫马尔王及其继承人统治期间。1492年，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后，建筑物开始荒废。1828年，在斐迪南7世的资助下，经建筑师何塞·孔特雷拉斯与其子孙3代的长期修缮与复建，才恢复原始风貌。阿尔罕布拉宫具有浓厚的摩尔文化特点，堪称伊斯兰教艺术在西班牙的瑰宝。它由一系列的庭院、天井和房屋组成，里面错综复杂的镶嵌式墙壁和天花板设计，使整个宫殿的布置显得非常豪华。阿尔罕布拉宫被誉为世上美丽的阿拉伯式宫殿，分为皇宫、卡洛斯5世宫殿、城堡和夏宫4部分。皇宫建造的美轮美奂，大殿里布满了美丽细致的阿拉伯雕塑。夏宫有阿拉伯式花园、
林木青翠，喷泉点缀其中，墙面上爬满了金银花的藤蔓。布达拉宫坐落在海拔3700米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心的红山上，因其建造的悠久历史、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审美特征，以及对研究藏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所具有的特殊价值，而成为举世闻名的名胜古迹。据史书记载，7世纪30年代，吐蕃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始建布达拉宫为王宫。当时修建的整个宫堡规模宏大，外有3道城墙，内有1000座宫室。松赞干布在此划分行政区域，分官建制，立法定律，号令群臣，施政全藩，并遣使周边各国或与邻国建成姻亲关系或订立盟约，加强吐蕃与周边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吐蕃社会的繁荣。布达拉宫成为吐蕃王朝统一的政治中心，地位十分显赫。公元9世纪，随着吐蕃王朝的解体，布达拉宫遭冷落。公元9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800余年中，由于西藏政治中心的不断变移，历代的萨迦、帕竹、噶玛巴政权都未曾设首府于拉萨，布达拉宫也一直未能重建，仅为拉萨大昭寺隶属的一处宗教活动场所。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教合一地方政权，拉萨再度成为西藏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的中心。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决定重建布达拉宫，并于1648年基本建成以白宫为主题的建筑群，将行政办公地由哲蚌寺移至布达拉宫。从此，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居住、进行宗教活动和处理行政事务的重要场所。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于1690至1694年间扩建红宫，修建了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为主的红宫建筑群，基本形成布达拉宫的建筑规模。13世达赖喇嘛在位期间，又在白宫东侧顶层增建了冬日光殿和布达拉宫山脚下的部分附属建筑。1933年13世达赖喇嘛圆寂，灵塔殿建于红宫西侧，并与红宫结成统一整体。至此，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布达拉宫重建和扩建工程全部完成。经过1300多年的历史，布达拉宫形成了占地面积4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楼红宫高达115米的大型建筑群。宫内珍藏8座达赖喇嘛金质灵塔，5座精美绝伦的立体坛城，以及瓷器、金银铜器、佛像、佛塔、唐卡、服饰等各类文物约7万余件，典籍6万余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物瑰宝，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被誉为世界屋脊上的明珠。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也称紫禁城。这里曾居住过24位皇帝，是明清2代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故宫的整个建筑金碧辉煌，庄严绚丽，被誉为世界5大宫之一，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的宫殿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总面积达72万余平方米，有殿宇宫室9999间半，被称为殿宇之海，气魄宏伟，极为壮观。无论是平面布局、立体效果，还是形式上的雄伟堂皇，都堪称无与伦比的杰作。永乐4年，明成祖下诏以南京皇宫为蓝本，兴建北京皇宫。朱棣皇帝先派出人员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然后运送到北京。光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11年。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后世留下了入山1000，出山500来形容采木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很艰辛。保和殿后那块最大的丹壁石，开采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史书记载了运送它时的情景，数万名劳工在道路两旁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到了寒冬腊月气温足够低时，就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用了28天的时间才送到宫里。
此外，还要在苏州烧制专供皇家建筑使用的方砖、金砖。山东临清也向北京运送贡砖。到永乐18年，共历时14年，故宫终于建成，成为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皇宫。现在，故宫收藏大量古代艺术珍品，据统计共达1052653件，占中国文物总数的1/6，是中国收藏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中很多文物是绝无仅有的无价国宝。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